有粉丝给我留言说：“有才啊，有才！你知道你为啥不火吗？”那为啥呀？为啥？过年时别人发年夜饭菜品，你天天整素菜；等人家过完年了都吃腻了大鱼大肉，你天天整荤的。你是真有才呀！我说你咋想的呢你？我这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吗？还咋想的？填补菜谱空缺品类，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。那结果呢？结果果然没人看呀！你管我结果这个干啥？是真是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有才。还有不到300天的时间就要过年了，有才在这里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。今天就把这道年夜饭必备的小酥肉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在炸酥肉之前，我们先来选材。我来说一下我个人的经验，我认为炸酥肉用五花肉是最好的选择，4分肥6分瘦，炸出来的酥肉口感干吃时香滑脆嫩，煮汤时甚至会有爆浆的感觉。其次是用雪花肉炸出来的酥肉，雪花肉的肥瘦分布比较均匀，所以口感比较均匀细腻。但是因为雪花肉内部的肥肉较少，所以炸出的酥肉口感会稍老。再次之就是用里脊肉、外脊肉、前膀肉了。今天咱们用1大半五花肉混合少许雪花肉来制作酥肉。开始改刀，先去除肉皮，然后把其切成厚片，再用刀背捶打几下，再切成条，条可以切得大一点，这样炸出的酥肉外形和口感都会更好一点。把改刀后的肉条放在流水状态下清洗干净，并挤干其内的水分备用。我们再把姜切成丝，葱切成段，用手抓一下，然后浸泡10分钟左右，葱姜水即成。利用浸泡葱姜水的时间，我们来把花椒炒一下，不用加油，直接用小火干炒，大约1分钟后，花椒的香味被喷出时，把其捞出放在酸臼子里，把其捣成碎末状，取适量花椒撒在肉条上，开始腌制。向盆中加入白糖大半汤匙，盐3汤匙。因为酥肉表面还有一层糊，所以可以把盐味调重一点，这样炸出的酥肉整体口感才是完美的。而且肉里面的盐味重一点，这样炸出的酥肉才更利于保存。如果从上浆的角度来分析，肉条吸收了盐味后更具有吸水能力，肉条只有吸收了一定的水分后，炸出的酥肉口感才会外酥里嫩。此时我们再加入胡椒粉少许去腥增香，下入1半的葱姜水，抓拌均匀，腌制20分钟以上备用。20分钟后，肉条已经被完全腌制入味了。此时打入鸡蛋1个，增加肉条的嫩滑度，加入红薯淀粉适量，稍揉搓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带有颗粒状的红薯淀粉就完全化开了。再次加入适量红薯淀粉，再次揉搓，再次把淀粉化开。此时肉条上挂的糊并不多，并不能达到我们炸酥肉的要求。我们再加入适量红薯淀粉，再次揉搓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，此时揉搓的难度增加了，因为盆内的水分已经被淀粉完全吸收了。此时加入剩余的葱姜水，再次抓拌，把糊抓拌成这个厚度就行了。我们再来点油，增加肉条的亮度和滑度，再次拌匀即可。起锅开火，向锅中加入清油适量，待油温4成热时，把火关至最小的状态，把裹上糊的肉条均匀下入锅中。我们可以看到肉条在下入锅中的瞬间就会受热膨胀，漂浮在锅面上。所以只要你把握好油温和糊的厚度，根本就不用担心肉条会沉底粘锅或相互粘连。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下满了一锅。因为大量食材入锅的原因，锅内的温度降低了。此时可以把火稍微开大一点，让其固定在4成油温这个数值上，炸个2分钟左右，把其捞出备用。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炸出一锅，然后捞出和之前的一锅放在一起备用。再次给锅内油加热，使其固定在4成热左右，把之前炸好的2锅酥肉倒进去，恒温慢炸，大概再炸个5分钟左右。5分钟后把火开大，升高锅内油温，用高油温逼出酥肉进炸时吸入的油分。此过程大概需要30秒。30秒后，待酥肉被炸至金黄酥脆时，即可起锅装盘。搞定！
1日3餐记得按时吃饭。这个酥肉其实现在就可以拿起来吃了，别客气啊，别客气。不赖，味道可以。知识点总结：一，我们在腌制肉条时，可以加入少许醪糟，就是那个酒酿，这样炸出来的酥肉上色会比较快，比较好看。同样的原理，炸鱼的时候也可以放点醪糟进去，但是加入醪糟炸出的食材保质期会变短。如果按照视频中的这种方法炸制出的酥肉，在冰箱中放置个几个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二，按照视频中的这种方法来炸制酥肉，所需时间较长，但是这样炸制出来的酥肉易保存，在砂锅中炖2个小时不混汤不破皮。但是如果炸制酥肉时油温较高，大约2分钟左右就能炸好了。这样炸出的酥肉适合涮火锅，在汤底中煮个几分钟就可以吃了。但是高油温炸出的酥肉不利于保存，久煮易破皮。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点击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。大家喜欢吃什么菜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